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乒乓球教学播客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聊一个几乎所有教练都会反复强调的话题——步伐。很多球友都听过一句话：3分手，7分脚。可是听了这么多年，很多人还是觉得我手上的动作还没练好，等以后再练步伐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教练总说步伐决定所有技术。很多球友觉得打乒乓球最重要的是正手攻球、反手快撕、拉球、发球这些技术，其实不是。如果让我选一项最重要的能力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步伐。这里我要先区分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天赋，一个是能力。有些天赋，比如反应速度、球感、手感，这些确实很难后天大幅提高，但是步伐不一样。步伐虽然需要很多天赋共同支撑，比如腿部爆发力、耐力、身体协调性、灵活性等等，但是它本身是一项综合能力。综合能力有一个特点，它不像单项天赋那样容易被别人碾压。你的爆发力差一点，可以靠耐力补一点；协调性差一点，可以靠动作熟练补一点；力量不足也可以通过训练提高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愿意花时间练，几乎每个人的步伐都能明显提高。所以步伐虽然重要，但它也是普通人最有机会练出来的一项能力。步伐为什么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？很多人都会说基本功最重要，那步伐和基本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很多人这里有一个误区，他们认为基本功就是正手攻、拉球、搓球、摆短这些击球技术，其实远远不止。真正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，比如盯球，比如正反手转换，比如身体重心，当然还有今天的主角步伐。如果步伐不好会发生什么？最简单的情况就是球根本够不到，就算勉强够到了，人已经完全变形了，身体扭着，胳膊伸着，重心飞了，这个时候你已经失去了身体控制，身体控制没有了，自然就失去了球拍控制，最后就是动作变形，击球失误。所以很多人一直觉得自己是手不行，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脚没有到位，步伐才是所有击球动作的基础。为什么训练很好，比赛却不会打？很多业余球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平时训练打得挺好，比赛一开始动作全没了，这是不是也跟步伐有关？关系非常大。我们之前节目里讲过赛练脱节，很多人一直觉得是心理问题，其实更多还是步伐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训练太固定了，比如2点弓多球训练，固定线路，教练一球一球喂，所有球几乎都知道下一板会到哪里。这种训练最大的作用是练手，帮助你把动作框架建立起来。但是比赛不是这样，比赛没有人告诉你下一板去哪里，下一板什么旋转，下一板什么节奏，所有变化都是随机的。这时候真正决定你还能不能用出训练动作的，就是步伐。脚到位了，动作自然出来；脚不到位，再漂亮的动作框架也没用。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练技术的时候也一定要练步伐，不要永远站在原地练定点，尽量增加随机落点不固定线路的训练，这样才能真正把训练转化成比赛能力。为什么步伐训练这么难？可是很多球友都知道要练步伐，真正练的人却特别少，为什么？原因其实特别简单，就一个字儿：累，真的太累了。很多人平时打球是什么状态？站着，偶尔迈2步，身体活动一下，更像散步。但是步伐训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真正练步伐的时候更像折返跑，连续冲刺，快速跳跃，几分钟下来人就开始喘。很多球友连续打2个小时没问题，但是让他连续练5分钟步伐，可能腿都抬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平时打球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，真正连续移动的时间其实很短，而步伐训练是持续高强度输出。所以很多人不是不会练，而是不愿意练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好的步伐到底是什么样？那真正好的步伐有哪些特点？大家可以观察所有顶尖运动员，尤其是正手特别厉害的球员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步伐特别好。比如韩国名将柳承敏，他的全台正手非常经典。为什么能做到？不是因为胳膊长，而是因为脚快。很多人觉得球台才1.5米，跨一步不就到了吗？实际上不是，因为比赛打的是角度，直线球还好，真正的大斜线落点已经飞到球台外面，左右2个大脚加起来覆盖范围远远超过2个球台宽，1步根本不够。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顶级运动员1秒4步，甚至1秒5步连续调整，不断寻找最佳击球点。好的步伐我总结有3个特点：第一，调整特别快，刚打完一板，下一步已经启动，永远没有停顿；第二，爆发力特别强，扑出去以后还能马上弹回来；第三，耐力特别好，只要球还没落地，脚就一直在动，比赛结束之前没有休息这一说。一个很多业余球友不愿承认的真相。你在节目里还提到一个观点，我觉得挺扎心。很多人说打乒乓球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你却说大部分人其实不是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不是说打乒乓球不能锻炼身体，当然能，但是我们看看现实，很多球友都会说今天去打球出汗，今天活动活动身体。可是如果真正想锻炼身体，效率最高的方法是什么？不是连续打2个小时比赛，而是直接练步伐，3分钟、5分钟一组，连续练3到5组，出汗效果、心肺训练、腿部训练全都有了，效率特别高。可是现实呢？
几乎没人这么练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累。大家真正喜欢的其实还是聊天、比赛、娱乐、社交。所以从行为来看，很多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锻炼，而是享受打球。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大家要认识清楚，如果目标是提高水平，步伐一定绕不过去。6. 怎么练步伐？那最后一个问题，到底应该怎么练？很多人以为步伐就是练脚，其实不是。步伐真正决定因素是身体素质，尤其是腿、臀、核心。所以我反而建议大家先把身体练起来，比如深蹲、蛙跳、冲刺跑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，不是散步，不是慢跑，而是中短距离快速跑，比如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。这种训练对乒乓球帮助非常大。当你的腿足够有力量再去练步伐，你会发现简单很多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体育生虽然以前没打过乒乓球，学起来却特别快，因为身体已经准备好了。当然，真正乒乓球步伐还有很多专项技巧，比如并步、交叉步、垫步、跳步、启动节奏、重心转换。这些内容我们以后会单独做专题，一项一项详细讲。总结：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一句话：很多人一直练的是手，真正限制水平的却是脚。没错，今天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：第一，步伐是所有技术的基础，也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。第二，比赛打不好，很多时候不是技术不会，而是步伐跟不上。第三，步伐训练最大的困难不是方法，而是太累，所以很多人坚持不了。第四，真正优秀的正手一定建立在优秀的步伐基础上。第五，如果想提高步伐，不仅要练专项步伐，更要加强腿部力量、耐力和身体素质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真正的高手不是手比别人快，而是脚比别人早一步。当你的脚先到了，动作自然就出来了。脚不到位，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。也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分享给身边一起打球的朋友。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，关于各种专项步伐训练，我们后面的节目还会继续详细展开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